后的藏身地。和我上大学时候相比，现在的吃货们更敢于直接表达自己。不想考研，年轻人应该更加有活力。我希望买一套80平米的房子，把我老爸老妈接过来，每天能吃豆腐脑。我想保持正直、清醒和善良，一直到死。不希望父母失望，我想实现我爸爸想我实现的。我希望全国高校取消4级英语成绩与学位证书挂钩。我想开一家店，里面卖的都是我自己做的东西。我希望成为富婆，然后带父母移民新加坡。我想有一群伙伴，大家出生入死。减肥瘦回和去年一样。钓鱼岛是中国的。希望我父母不要以金钱和权力去评价我未来的老公。世界不要逼我，不要太多潜规则。世界大同，我想去远方，很远很远。我希望神能宽恕我人类。一个学期下来，我在检讨自己。我给了他们很多新鲜东西，但是究竟有多少能被他们接受？他们眼下最想要的是怎样就业，怎样顺利轻松地融进社会，怎样过上最好的生活。我能给的恰恰不是他们现在想要的。2009年起，考进这所海岛大学已经越来越难，录取分数已经要达到1本了。他正在攒劲儿，想跻身知名大学之列。学生们有点振奋，毕竟211了，好就业啊。学生们告诉我，他们平时读书文学少，厚书少，多数是图片什么的。图书馆匮乏，书籍混乱，阅览室则被考研大军霸占了。只要说考研，其他人就得让位。秋天以后，这成了图书馆里的潜规则。21世纪办好100所重点大学，他一提出来我就说吹牛。中国没有资源，也没有需要办这么多的重点大学。这211是一种平均的结果，是一种公关走路子的结果，是一种贿赂的结果。连你延边大学都进了211，西安那个长安大学，长安大学大概是沿那个西安公路学院改的吧。我大概这篇文章提出来说，我说长安大学怎么能进211？结果长安大学全体学生签名要罢免刘道玉，他们也不知道我没有15个罢免。据说，当今已是现代传媒最发达的时代，他们人人有不离手的手机，偶尔跑到校外网吧去上 QQ 聊天。但是对日益发达的网络信息和纸质传媒，他们的冷漠超乎想象。只要和自己无关，无论多么重大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我想，我有责任告诉他们最近世界上正在发生着的事情。于是，我们的课上加了10分钟时事。下面演讲的同学，李刚同学。同学们，我要提醒你们，在我们讨厌的国家里面，除了美国、日本，还有印尼，我最近才知道，他们都曾有过排华的历史。现在证据就在我手上，同学们可以看一下。很久了，我都没弄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鼓掌。在我过往的记忆里，这声音一直属于收音机和大会场，激昂强势、不可抗拒的绝对声浪。也许他们经过12年的教育，格外爱自己的民族；也许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集体仪式，自我振奋。还有相当多的时候，鼓掌是机械的，为了自己和别人一样，不经大脑就顺便拍拍手。王老师，告诉你个事，那个前几天有一群人为了争那个学生会的头，在食堂打了起来。谁跟谁啊？一个男生被一个女生叫了一大群男生追着打，那个真打都有人报警。为什么打？就为了争当头啊？当头有那么大吸引力吗？有钱有钱嘛。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他们高智商、世俗、老道，善于